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77.45， 收盘价是 175.79，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9.57， 最低价是在 175.3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7765.48 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然后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短期多头的回档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在上方，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这个地方是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是一路向下，最后收盘价是收在当日 K 线的底部。那下方呢，最低也是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那么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收盘价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我们还会看到成交量是量缩。那如果日后没有反弹的话，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也就是会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除非出现反弹，也就是说在盘中在前一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遇到支撑，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会出现继续回档，或者叫深度回档。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是收盘价会在182这个位置。然后呢，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继续回档，收盘价会在174附近。那实际在3月28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 175.79。虽然我们也就是出现了继续回档，虽然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点位和实际的收盘价点位相接近但是呢性质略有不同，也就是他们的收盘价都是在前低的下方，但是实际的收盘价呢它又保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这样一来呢，也就是说给后续股价的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好，通常在回档中出现收盘价跌破前低的 K 线呢，将会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所以呢，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那对于4月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166。我们会看到166是3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低，目前下方有底高，上方有头高，也就是这是短期的多头趋势。那股价回档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也就是要跌破166。那在到达它之前我们说目前
各条均线值啊，20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包括10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那166如果被跌破呢？那第二个目标就是160，跌破160，我们会看到将继续维持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也就是再次出现低底低。那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152，跌破152啊，就是要收复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上涨。好，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下方的3个目标，分别是166、160还有152。好，那么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股价现在是出现了回档，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如果股价收盘价能够继续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向上，对，也就是会出现反弹。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前高184，它实际上也是在这个缺口的下沿。那站上这个位置，就是再次出现头高，继续维持自3月15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那要到达这个位置啊，目前一个关键的位置就是新生成的这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80附近，这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压力。同时也是一个重要标志，如果能够站上它，我们认为是很有可能会，就是测试184的。对，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第二个目标就是206，那继续维持短期的多头趋势，然后站上206呢，将会瓦解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这个目标如果被站上呢，我们说上方一定。第三个目标就是265。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在日 K 线图当中走势的一个分析或者说明。然后呢，在4月1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啊，是这根锤子线实体的下沿，实际上就是它的。前一日K 线的收盘价是在180附近，我们也会看到在3月28日盘中啊，也是股价反弹大幅低开盘之后出现反弹，也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好，那么到了4月1日盘中，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177.5附近，也就是这根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实体的上沿。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177.5。好，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在4月1日啊，无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只要股价向上，说不能够在盘中不能够站上177.5，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对，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对。但是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177.5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反弹。好，这是我们关注177.5的原因。那这是我们对目前日 K 线图的一个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和月 K 线图，因为3月28日也是3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我们先来看月 K 线图。好，月 K 线图呢，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这是一根含有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那收盘价我们也会看一下，在前面这根出现反弹的 K 线，它的最低是175.01，现在的收盘价
3月份的收盘价是175.79，那出现的是价跌量缩，继续出现含有长下影线的 K 线。那 KD 值我们也会看到双线是下行，然后上方呢，MACD 慢线是即将要下穿0轴，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很有可能会有反弹，但是条件就是在月 K 线图当中，这个实体这根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当然，我们说股价如果要在月 K 线图上出现反弹呢，其实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不应该就是再有新低的出现，也就是最低不能低于160.5。对，好，那么这是这根我们继续来说，就是这根 K 线呢，它是价跌量缩，那我们认为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对，好，这是我们对它的 K 线信息的一个说明。然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之前我们对月 K 线图解说的时候，是在2月底的时候，对。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预测在3月份上方，如果是出现继续反弹，收盘会在220附近；如果出现下跌呢，会在150附近。中间我们给的观察线呢，依然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80，这是我们的观察线。那股价如果在它的上方是有可能收高的，但在它的下方是容易收低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股价实际上正好是收在我们这个观察线的下方一点，那也没有出现反弹，也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行。那到了2024年4月份，我们要给出的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目标位应该是在215附近。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好，我们说一下理由，就是如果我们认为股价出现反弹呢，股价是很有可能重新站上5均值的，所以在215这个位置正好是我们测算是当月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这个位置，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很有可能会到达这个位置，或者说是在这个位置遇压力而收在这个前2个交易月最高的上方一点。对，那生成这样的一根 K 线呢，才能够使股价在日后继续反弹。对。所以说，我们认为上行应该是会到达215。那如果股价继续下跌，我们仍然保留下方的这个水平线是在150，也就是股价会跌幅会到达150，也就是跌破前低，然后呢去测试我们下方自己定义的这个这条底高的一个上行趋势线。那这条上行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我们说从2020年3月1日有一个大幅的下跌之后的一根齐涨一根 K 线，和第2个低点定义的最后一条上行趋势线。所以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收低会收在150，然后接下来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遇到一个支撑，也就是在135附近。好，那么在月 K 线图当月4月份当月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实体中红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这个位置，也就是在188。我们来调整它，也就是在4月份当月
如果股价能够在188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股价很有可能会在188这个地方遇到压力之后呢，而出现下行。那么我们认为当月如果在188下方运行，很有可能会收低，甚至是跌破前低到150。好，那么我们在4月份给出的是上行的目标是215，下行的目标是150。周中我们在月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88，这是月 K 线图。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我们依然来看一下前一周生成的这根 K 线。这是一个含长上影线的中绿 K 线，然后成交量是量缩，股价是出现了反弹，但是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说明上方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但是呢，这根新生成的 K 线较之前的 K 线叫头头高底底高，也就是这是一个相对于前一周的 K 线，这是多头的趋势，但是不足之处是含有长上影线，并且成交量是量缩，所以一旦出现价涨量缩，上方含有长上影线，那么在接下来一根 K 线是很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所以在这个4月1日当周，那么我们说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对。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个利好，就是现在在 KD 值是快线上穿了慢线，这是预示着股价要继续上行，对。然后我们也会看到 MACD 啊，这个下方的红柱是出现了大幅的缩短，而且快线也是有向上转折的这样一个趋势，开口会变小，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继续出现一个头头高底底高的一根 K 线，对。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调出辅助线，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是在3月25日当周收高会收在186附近，下方呢，如果收低会收在155附近。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65，是前面这根天剑线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当周股价一直是在这个165上方运行所以出现了收高。上方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它也是在这个186附近是遇到了压力，然后呢股价出现了回撤，最后是收在5均值和前高的下方，成交量缩。那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如果不出现补量的反弹，那很有可能会转折向下。好，那么到了4月1日当周，我们给出上方的收盘的位置，应该我们把它提升到190附近。对，我们认为在4月1日当周，如果出现反弹，那么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到达190的。然后下方呢，我们认为股价即使出现一个回档呢，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62附近，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我们来说说理由。实际上股价在出现反弹之后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回档，那其实我们说1、2、3连续3周这3根 K 线的最低都是股价的强支撑，对，所以我们认为有了这样的强支撑股价如果出现下行，我们认为仍然能够收在前低的上方，对，也就是收在162附近。好，那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176，我们调整这个位置，176就是这根
新生成的含长上影线的中绿 K 线实体的上沿，其实也就是关注前一周的收盘价。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继续反弹。对，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它才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所以这是我们关注176的理由。好，以上呢是我们对周 K 线图和月 K 线图的一个回顾和预测。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3月18日收盘价5%进场174附近，然后在3月20日收盘价176%10%加仓。那这15%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75附近，我们给的获利的目标是181到183，所以呢，这个仓位在之前是有获利出场的机会的。对，那么如果一直没有获利出场，等待继续做多呢，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66，也就是守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对，当然我们会看到有一根 K 线回踩到了这个位置，但是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它，所以这个仓位会一直被持有的。那在3月26日和3月27日没有获利出场呢，到3月28日仍然是继续持有的。那3月28日收盘价是在175.79，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也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因为收盘价跌破了前低，然后成交量是量缩，所以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进入深度的回档，在这个位置不可以加仓，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那么到了4月1日。这个仓位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是在166附近，对，也就是股价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多头的仓位应该是即刻出场。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现在的获利目标啊，因为之前已经到达了这个位置，应该已经出场。如果在这个位置不出场呢？其实继续持有这个多头仓位是等待加仓做多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给的获利的位置呢，依然是前面的高点是183附近。对，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等待继续加仓，也就是股价当站上3月26日这根 K 线最高185之后，我们会根据情况再进行加仓。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166，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180到上方的184，这个区域是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那实际上对于多头来说，这是一个强压力区域。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80，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182，第三个压力位是185到187，是上方的这个缺口。然后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76一直到177之间。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的范围是从174到175。然后第三个支撑是166，第四个支撑就是160。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
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5，上方最高会到达181，然后收盘会收在177附近。也就是我们认为上方依然会有很大的压力，再次生成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或者小绿 K 线。这是第一个可能。那么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它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对，如果出现下行，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77，下方最低会到达171，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73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